在歡呼聲中，天燈緩緩升空，承載着心願與希望。十分的歡聲隨大家，火車傳來低沉的鳴笛聲，巨大的車身從身旁穿梭而過，十分瀑布轟隆的水聲氣勢磅礴，旅客的相機記錄着震撼的一刻。品嘗2019年新北市唯一卓越金鷹獎瑞芳肉羹美食，五味濃情，在地飄香。火車穿梭在翠綠的山巒中，感受一場時光與自然交織的旅行。平溪夜回腔聽電歸，每一個在地的手作天燈，精緻的工藝承載着平溪的溫暖與回憶。火車穿過樹林和鐵橋的瞬間，吸引所有人的目光。來猴硐貓村，讓可愛的貓咪幫你驗票，感受貓的溫暖與自在。金童夜回腔豆太嚕，在金童車站景觀餐廳欣賞鐵道景色。人家是踩鐵道自行車看風景，你怎麼變成緊急呼叫救援呢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Emily。這次我們要來搭乘平溪深澳線火車，真的只要80元，一日無限暢遊哦。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，歡迎訂閱、按讚、分享，你的鼓勵是我們製作優質影片的最大動力哦。猴硐車站。嗨，大家早安！現在是清晨6點多，這個時間點你來過猴硐嗎？今天 Emily 要帶大家搭乘平溪深澳線火車一日遊，你準備好了嗎？這時候的猴硐車站仍然籠罩在晨霧之中，商店大都還沒有開門，只有鳥鳴聲輕輕回盪在靜謐的小鎮裡。隨着火車的鳴笛聲劃破寧靜，願景館前已經有猴硐貓友社的夥伴在餵貓。他說，當第一班火車抵達時，貓咪們一聽到火車聲就會自動集合來吃早餐。貓咪是不是很聰明又可愛呢？大家有沒有覺得很特別？怎麼到處都是貓呢？因為這裡是台灣第一座貓村，還曾被 CNN 評選為全球6大賞貓景點之一，是名副其實的貓咪天堂。現在的猴硐還沒什麼人，我們就按照原計劃直接搭乘台鐵區間車前往終點站金童，回程再來細細探索這座可愛的貓村。建議大家先到2樓售票處購買平溪深澳線一日周遊券，全票80元，當天只要有區間車行駛，就能無限次搭乘，是不是很超值呢？大家快看，連刷卡進站的地方都有可愛的貓咪服務員在迎接我們哦。搭車前往金童車站，清晨的區間車緩緩駛向金童，車廂裡人不多，顯得格外寂靜。的時刻，仿佛時間都放慢了腳步，世界顯得靜謐而遙遠。伴隨我們的只有火車行駛在鐵軌上的節奏聲，窗外籠罩着一層淡淡的薄霧，讓景物變得模糊不清，也可能是窗戶上的灰塵，讓視線變得迷離。說真的， Emily 好想拿塊抹布把火車的窗戶裡裡外外擦個乾淨啊，超想看清楚窗外的風景。金童車站，你聽過金童的火車豆太嚕嗎？這是因為金童車站是平溪支線的終點，這裡沒有回轉軌道，所以火車抵達後只能倒退行駛，返回原路，是金童獨有的特色喲。清晨的金童還沒有什麼遊客，我們算是今天最早抵達的一批客人。Emily 今天早上還沒吃東西，買了一個草仔粿嘗嘗看，這可是我最愛的口味哦。有甜的，有鹹的。像這個
哦，好，那我一個超貴好了。你要什麼口味？有菜脯米、紅豆、咖喱、原味。菜脯米的好。好，這是剛拄啊好，用起來還足燒的，你就要燒在。菁桐車站是台灣少數保存良好、仍在營運的日式木造車站，已被列為新北市市定古蹟，也是電影《那些年，我們一起追的女孩》拍攝景點之一。溫泉商店的老闆早早就把當天要賣的蔬菜、水果雜貨擺好，準備迎接新的一天。走過菁桐老街，我們來到日式宿舍群。這片宿舍由台陽礦業公司於1925年至1940年間陸續興建，當時作為職員宿舍和招待所。這裡的建築與環境充滿濃濃的日式風情，每次開車都只是經過，這次終於有機會來逛逛。在這裡還有一間視野絕佳的景觀台咖啡，不僅能用餐，還能悠閒地享用下午茶。Emily 點了煙燻雞肉番茄意大利麵、主廚海鮮墨魚麵、榛果奶茶和拿鐵。Emily 必須說，這料理真的超好吃。平常我吃意大利麵從不喝醬汁，但這次竟然連醬汁都吃得乾乾淨淨，可見真的美味喲。如果想要拍出最棒的菁桐車站美景，這裡就是最佳拍攝地點。平溪車站，你聽過平溪火車停電杯這句話嗎？這是因為地形的關係，平溪線的鐵道有一段是架高過於民宅的屋頂，遠遠望去，火車仿佛在空中行駛，形成平溪獨特的景象。Emily 以為快到中午了，平溪老街應該已經擠滿人潮，但這裡當然較有人啦，若平常較無人。那阮這款老伙仔攏有位啊，就坐在旁邊。Emily 在逛老街時，看到一個天燈造型的吊飾，實在太可愛了，於是決定買回家做紀念。沿着老街走，我們來到日治防空洞。由於平溪過去盛產煤礦，在二戰期間曾為空襲目標。為了躲避轟炸，居民就在觀音岩附近開鑿了5座相連的山洞，作為防空避難所。裡面很黑 ，Emily 沒有勇氣走進去，但對歷史有興趣的朋友可以來探訪看看哦。在防空洞旁邊是當地的信仰中心觀音岩，上層供奉觀世音菩薩，下層供奉關聖帝君等神祇。這裡的秘境就在上層，因為從這裡可以俯瞰火車進出平溪車站的絕佳畫面。觀音岩旁邊還有一處神秘的八仙洞。八仙洞是1983年為發展觀光而開鑿的洞穴，洞內兩側還有小偏洞。剛剛路邊的一位婆婆跟我說，裡面有電燈哦，想參觀可以開燈。果然真的有燈誒，但還是好暗吶。Emily 最終還是沒有鼓起勇氣走進去。有興趣的朋友，等你來挑戰看看吧。小姐你好。臭豆腐咯，大腸小腸。終於逛了一圈回來，看到老街的店家陸續開門了。Emily 買了一份大腸包小腸，老闆自豪地說：“我們家是用木炭燒烤的，再加上獨家佐料，特別香。”前往菱角車站。上車，哇，這也太熱鬧
戶外教學的小朋友。車廂內瞬間充滿活力與笑聲，讓人感覺旅途不再那麼冷清，仿佛從秘境的時空跳回了熱鬧的人間。菱角車站，菱角車站靜靜地佇立在森林間，仿佛與世隔絕。我們坐在候車亭的長椅上，邊吃着剛才買的大腸包小腸，邊欣賞這片靜謐景色。果然，炭火燒烤出的香氣真的不一樣，超級好吃。環顧四周，除了辛勤打掃的工作人員，竟然沒有看到其他人。雜貨店沒有人，車站內還是沒有人，整個車站像是被時間凍結。唯一的陪伴竟然是一隻小貓。Emily 和這隻可愛的貓咪玩了一下子，後來終於有一位郵差出現。接着，一輛賣食物的發財車緩緩駛來。這才讓車站多了一絲人間煙火氣息。菱角車站的鐵道曲線幅度很獨特，被稱為微笑車站，還曾經是偶像劇《羅斯小姐要出嫁》的取景地哦。Emily 要帶大家前往一個隱藏版的瀑布美景——菱角石窟大瀑布。這是平溪的第2大瀑布，僅次於十分大瀑布。據說早年有退伍軍人將瀑布旁的岩石鑿成石窟，因此這裡又被稱為菱角石窟瀑布。瀑布水勢磅礴，飛瀉而下的水流劃破森林的秘境，景色壯觀。從靜謐的山林步行來到菱角市民活動中心，場面瞬間熱鬧了起來。這裡聚集了許多當地居民，讓人感受到與車站不同的氛圍。除了瀑布， Emily 還要帶大家去探訪社區內的蔡家紅磚洋樓。這座紅磚建築建於1939年，不僅見證了菱角地區的礦業發展，更是日治時期平溪少見的2層樓建築。如今紅磚屋已經荒廢，雜草叢生，等待修復。即便如此，依然能看見它當年的華麗與風華。如果你喜歡古樸寧靜的環境，菱角車站絕對值得一訪。在這裡，你可以靜靜欣賞火車穿梭的美景，也可以探索隱藏版的瀑布與歷史建築，感受這座小鎮獨特的魅力。十分車站，有句話說，十分的火車隨大家。來到這裡，火車不只是交通工具，還成了老街的日常風景。在這條獨特的街道上，火車穿越其中，與人悠閒漫步，兩者和諧共存，形成全台灣絕無僅有的風景。據說和另一半來到十分車站放天燈會十分幸福。這個浪漫的傳說不僅吸引了台灣旅客，更深受日本與韓國遊客的喜愛。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，經典場景中男女主角在鐵道上放天燈的畫面，就是在十分車站取景的喲。不同於一般老街強調歷史建築，十分老街的最大特色就是火車從門前駛過的震撼景象，還有體驗最具代表性的傳統活動——放天燈。天燈在天際冉冉升起，畫
面美得讓人心醉。當然，這裡也少不了道地台灣小吃。進老街，從小吃攤到特色伴手禮，逛的、吃的，通通都有，絕對不會讓你失望。吃飽喝足後，Emily 再帶大家去看台灣最著名的十分瀑布。從老街步行過去，只要短短15分鐘。今天天氣超好，陽光灑落在藍天白雲之下，讓景色更顯迷人。新北市十分風景區位於基隆河的支流上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這座台灣最大的垂簾型瀑布——十分瀑布，參觀完全免費喲。Emily 這次來訪時，發現四廣潭吊橋正在進行修繕。這座吊橋已經超過23年的歷史，一直是通往十分瀑布的重要通道。期待未來能以全新風貌迎接遊客。這裡有4大觀瀑平台，每個角度都美不勝收。站在瀑布前，感受迎面而來的清涼水汽與滿滿負離子，讓身心靈瞬間被大自然療癒。如果你喜歡結合歷史、文化與自然的旅遊，十分車站與十分瀑布絕對值得一遊。前往牡丹車站，Emily 又花了30元購買了三貂嶺到牡丹車站的來回車票。由於牡丹車站不屬於平溪深澳線，所以必須另外購票。牡丹車站，今天來到牡丹車站 ，Emily 的目的是前往三貂嶺生態友善隧道。牡丹車站附近有 U-Bike， 今天 Emily 決定騎 U-Bike 進入隧道。我發現今年的 U-Bike 跟去年有一點不同，去年的 U-Bike 立柱下面有一塊鐵片，而今年則沒有。等一下我們進入隧道就能了解它的用處哦。如果大家想要更詳細了解這個地方，可以參考我去年發布的影片，連結在右上方哦。參觀三貂嶺生態友善隧道時，記得保持安靜，特別是在蝙蝠的休息區域。噓，小聲一點哦。也別忘了在鏡面倒影區拍照，這是設計師精心設計的景點。淺淺的水面倒映出洞口與溪谷的美麗景色，讓人驚豔。算好時間，火車還會在這個時候經過喲。果然，我的 U-Bike 真的掉進了剛隔路面的小細縫裡了。現在得小心翼翼地調整角度，才能順利脫困。好懷念之前在立柱下面的鐵片呢。猴硐車站。Emily 在4點回到了猴硐車站，還記得在今天早上我們約定好回程時要去猴硐貓村嗎？這個貓村聲名遠播，甚至被 CNN 評選為全球6大賞貓景點之一哦。要前往貓村，必須走貓橋。這座橋自2013年啟用，但由於當地潮濕的氣候，部分構件已經出現鏽蝕和脫落。最近也因此進行了修繕工作，這是我去年拍的照片，跟大家一起分享哦。由於正在修繕，我們只能從旁邊的便道前往貓村。走進貓村，一切真是可愛到不行，到處都可以見到貓咪的蹤跡。這裡的貓咪性格溫順，非常適合讓遊客近距離觀察並了解它們的習性。村內有咖啡廳及簡單餐飲，還有一些賣紀念品的小商店，非常有趣。時候不早嘍，我們得趕快去停車場開車前往八斗子車站。
八斗子車站。人家是踩着鐵道自行車悠閒地欣賞風景，結果我卻變成了一個災難。Emily 在4點59分來到八斗子車站旁的深澳鐵道自行車乘車處，因為快要打烊了，我急忙問：“請問還能搭乘嗎？”服務人員很親切地回答我：“當然可以，並立刻通知深澳站。還有最後一位客人準備上車嘍。”由於即將關閉，工作人員告訴我只能搭單程車從八斗子到深澳站。太開心了，我終於買到票。沿途的景色真是太美了，自行車道長1.3公里，可以從八斗子站或深澳站上車，單程票價150元。我一邊騎一邊拍照，海天一色，山水相依。等一下，隧道內五光十色的海底景觀更是迷人。然而，沒想到災難發生了。一路上坡，車體原本是為2人設計的，我一個人騎真的是太吃力了。口罩脫下來，臉越來越燙，心跳也越來越快。終於，我實在騎不動了。問題是，如果我停下來沒按剎車，車子就會倒退。因為我是最後一位客人，四周沒有人，真是欲哭無淚。於是我繼續忍耐，騎又停，終於來到了隧道口。我打算先休息一下，然後一口氣通過隧道。沒想到才剛進隧道，臉上的熱度更高了，心跳變成亂跳。當時我想我可能會休克，即使不想麻煩別人，也得求救打電話了。Emily 在此奉勸大家，一個人真的不要騎，不只是上坡困難，車體又重，還會有倒退路的風險。那種感覺就像是在拉一輛牛車，真的不誇張。瑞芳車站，大約5點多，我們開車來到瑞芳車站對面的美食廣場，準備享用晚餐。提到瑞芳的美食，絕對不能錯過這家風味肉羹。這家店已經傳承了2代，深耕當地超過40年，是許多瑞芳人從小吃到大的經典小吃。更令人驕傲的是，2019年獲得了新北好市金鑽獎、卓越經營獎。這家店選用的是溫體黑毛豬肉，搭配獨家醃料，再加旗魚漿一起混打成型。湯底則是以大骨和竹筍熬製而成，再加上沙茶和香菜提味，口感層次豐富，難怪是當地人的最愛。此外，這間塔諾尼的芋泥牛奶也超好喝，芋泥香氣濃郁，味道純正，是 Emily 每次到這裡的必買品之一。今天的火車旅程，我感受到了一種久違的溫暖與感動。在悠悠的列車聲中，心靈似乎被輕輕拂過。當列車穿越那些鄰近的山林，經過那些樸素的小鎮，看見了平凡卻又恬淡的美好，不禁讓人心頭一暖。此刻，我的心不由自主地被牽動。人生並非總是追求，有時也該放慢腳步，靜下心來細細品味每一個當下。也許我的生命並不完美，那些遺憾，那些錯過，早已融入我的生命，成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我是 Emily， 如果你喜歡 Emily 今天的影片，歡迎訂閱、按讚、分享，並開啟小鈴鐺。下期見哦！